发现一件事情啊，找我做咨询的朋友们啊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快退休的，或是中小企业的老板，还有投资房地产的朋友、医生、教授、拿 W2 的，或是1099的朋友们啊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有税务的问题。也有的呢是突然发现说要补很多税啊，有的是之前没有报清楚，那现在很紧张。那也有人听朋友说啊，怎么可以省税，结果反而出了问题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税务管理的5个核心观念。这5个观念啊，不管你是上班族、自雇主、投资股票、买卖房子、年轻或者是接近退休的朋友，全部都适用。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我的频道呢会用最简单但有效的方式分享如何在美国聪明生活、安心退休、圆满传承。接下来讲5个观念。在美国啊，除非你是现金收入，而且就算你是现金收入，事实上还是要报税的，一定要至少交1次的税。那很多人认为说呢，我收现金就不用报税啦，我没有1099就不用报了，那钱不在银行就没人知道了。事实上呢，银行是会通报的，平台也会通报， IRS 不会永远看不到你。你要知道，在美国赚钱要交税，存钱要交税，投资要交税，花费也要交税，赠与要交税，最后人都走了呢，遗产也要交税的。美国就是一个万税万税万万税的国家。那税务规划呢，不是让你完全不用交税，而是让你能合法有预期，不要一次性的交很多钱。还有呢，就是知道什么可以不必交的。我认识的一对朋友做餐馆生意的，想尽各种办法逃税，包括了把自己的收入报得很低，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收入呢是现金的收入，结果因为之前报的这个税太低啊，就贷款的时候就做不下来了。那还有因为想买投资房，从国内找了很多朋友，那分别把钱汇到美国，最后被查到美国国税局认为他是洗钱，被关了半年，那名下财产全部都冻结了。如果他们当初能够诚实的报税，做好税务的规划，那也不会有这些麻烦，同时呢也可以顺利的把贷款申请下来。我还知道有一位老先生，他在美国住了几十年，赚的钱从来不交税，后来他把钱汇到亚洲，放在信托里面，最后还是被美国国税局查出来，不只是要重罚，而且可能要坐牢，老几十岁了还要坐牢。那之前认为自己可以逃税省下的钱，国税局最后呢要他付罚款还有利息，所以呢不要自作聪明。第二个观念呢，非常多人就是忽略了，在美国做任何投资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搞清楚你是什么税务身份，你是税务居民、非税务居民、绿卡、工作签证还是 OPT。 同一种投资，股票、房地产、基金、保险、退休账户，对不同身份的人呢，他的税率不同，那申报方式也不同。美国政府对于不同税务身份的人，他投资的规定也不一样的。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啊，我朋友说可以这么做，然后网络上有人说这么做可以，结果根本不适用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一直强调了，投资不是先看赚多少，而先看 IRS 会怎么看你。有一个目前身份呢是 OPT 的年轻人，他的一阵的乱操作，把钱转来转去，转回国内，拜托家人替他买股票。那本来可能在美国可以操纵的投资呢，就硬是把白钱变成了黑钱了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第二个观念我要说的就是千万不要道听途说。很多人跟我说，我邻居说这样不用报，我同事说他都这么做，那我朋友说 IRS 不会查，我都会反问他们一句万一出了事情他们帮你负责吗？出问题他帮你交税吗？他知道你的税务身份吗？他看过你的整体财务状况吗？大部分给你建议的人他们不是专业，你没有专业执照，那不负责任的，最后你自己负担后果。税务不是聊天话题税务是法律问题。那我刚刚说的那对夫妻呢，就是听了同乡的人说可以从国内好几个人分批转钱过来美国买房子，然后又听了同乡的人说现金收入不用报税报这么多，结果他们家出事之后呢，同乡没有办法帮他从牢里头保出来，更没有办法出钱替他解决财务上的所有的问题。这个时候你要去怪谁呢？第4个观念就是说，会计师他不等于你的税务规划师。那大部分会计师他做的是帮你报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那帮你填表，帮你算税。但是真正的税务规划师在发生之前呢，就已经先设计好了。所以完整的税务规划其实是要看过去的投资，你现在的收入，你未来的期待，你的风险承受度，还有你的退休时间，甚至于你的家庭状况，还有就是你的资产配置等等这些问题的。但问题是呢，会计师他不一定懂得投资，而投资理专呢，他也不一定懂得税。房产或者是保险经纪人呢，更不可能帮你做全盘的规划。所以税务规划其实是整合，它不是单点的处理它是从一个面呢看一个点，而不是由一个点去猜测全面的情况。那最后一个观念就是说，越早准备呢越有弹性。
很多人跟我说，我还年轻，距离退休的时间还很长哦，现在不用担心税的问题哦。我发现40岁以前的朋友很多都不知道什么是 RMD， 而70岁以上的朋友呢，已经来不及避免过多的 RMD 了。所以说现在你做的每一个投资，每一个账户，他选的每一个产品呢，用的每一个税务的结构呢，其实都会影响你10年、20年后，甚至于退休之后你税的问题。那税务呢，其实就像种树一样，你现在种，那以后呢才会有遮阴的地方，现在不种啊，将来只能晒太阳了。有人投资20多栋房子才发现税务的结构呢用 S Corp 是不对的，那有人呢也在退休之后发现 RMD 的数字太大，而且退休后的 tax bracket 比想象中甚至于比退休前的税率还要高。还有朋友呢发现了之前买的 ETF 呢是高分红的 ETF， 那每年要交了很多税，而且呢原来的投资的本金竟然缩水了，那这就像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。所以提前规划呢可以让你少缴很多的税，即便要做调整策略呢，你也是有足够的时间，而不至于到最后问题越来越严重而难以挽救，甚至于无法挽救。我今天不是教大家不要交税，我是想跟大家说呢，税务呢它不是敌人，其实税务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。你可以赚很多钱，可是没有规划的话，最后交掉的税可能比你想象的多很多。税务不是拿来躲的，税务是用来管理的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税有迷思，或者是一直想各种办法想省税的朋友们会有帮助。谢谢观看，请点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和留言，欢迎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实际经验和故事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